不。魏无羡觉得脸皮烫了一起来，他把杯子反手别在身后，忘了自己才刚看到蓝忘机没几分钟。我突然想起来，一会晚自习班主任要来查寝，我先走了呀。魏无羡回到教室的时候，江澄正在努力抄着化学卷纸。魏无羡啪地拍了一下他肩膀，道：“小伙，可以呀，没去上体育课。”江澄头不抬笔未停，说：“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是学霸吗？体育课对我来说就是废的，一会晚自习要收化学作业了，我还差几篇。”魏无羡环视一圈教室，没看到聂怀桑，怀桑呢？江澄总算抄完了一大段，他夸张地握了握自己的右手，小声说：“他最近不怎么来了，高考又不能抄你，他大哥给他办去新西兰，反正他会考过了就毕业了。”抬起头看见魏无羡手里还剩下的半杯冰沙，江澄伸手去抢，被魏无羡躲开了。他翻了翻眼睛，继续写他的化学题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：“都画光了，我还不稀得要呢。”魏无羡像班主任一样正式地拍了几下江澄的肩膀，笑道：“江同学，好好做题，前途无量。”江澄抄完一大段，抬起头，看见魏无羡还坐在对面的桌子上，晃着两条长腿，手里拿着半杯融化掉的冰沙，皱了皱眉，道：“魏无羡，你想考哪？”“当然是隔壁了。”被问到的人半点目光也没有分给他，用修长的手指摸着冰沙吸管，随即又笑了一下说：“我太优秀了，别的学校降不住我。”江澄受不了魏无羡这高高在上的态度，连带着高高在上的坐姿，哼了一声说：“兄弟情深果然是假的，我看我也跟怀桑去新西兰算了。高考太难了，班主任找过我了，我也就勉强上个2本，其实我也有点想出国，毕竟趁年轻看看也是好的，不如一起吧，你问问阿姨。”魏无羡从桌子上跳了下来，坚定地说：“不去。”他转了身，原本想走，倒退了几步又回来，说：“你可千万别跟我妈说，她其实巴不得我出去呢，我妈觉得能出国的人都特别自立。”然后他张大嘴，用非常夸张缓慢的语气继续说：“你跟怀桑都特别自立。”后几个字咬得字正腔圆。说罢，他抽走了江澄手底下的化学卷纸：“不如你从现在就开始自立吧。”魏无羡同学的潜能，在倒数第2次的模拟考试发挥出了极致。坊间传闻，倒数第1次模拟考试是为了给人树立信心用的，大家都会考得很高，倒数第2次才能真正证明你自己。蓝忘机在回宿舍的必经之路见到拿着2杯西瓜冰沙的魏无羡，并没有很惊讶，后者把1杯冰沙塞到了蓝忘机手里，就晃着长腿倒退着去低头咬自己手里的吸管。看路。蓝忘机停住了脚步，感觉有人这样倒着走路有些危险。魏无羡吸了一大口冰沙，粉色的碎冰随之变成了白色，他扬了扬嘴角，笑着说：“蓝湛，今天没有第2杯半价呀。”又倒退了几步，身形挡住了西边的斜阳，橘色的光phủ上他光洁的脸，细小的绒毛在光线里显出掩饰不住的喜悦。魏无羡终于还是没绷住，他明明知道蓝忘机少言，于是他嘴角扬得更高了，道：“67分，怎么样，多不多？”哎，可怜的千年老二不配拥有总分，让我想起过去被学霸碾压的日子。他伸出空着的手，想比一下6，发现这个数字不如5那么酣畅淋漓，悻悻地收了回去。蓝忘机嘴角划出一个很浅的弧度，微微点了点头。班主任可满意了，我觉得他已经视我为亲生儿子了。魏无羡快步倒走了几步，引得蓝忘机跟随他的方向而去。要是我也能拿状元，你不如送我个大礼。魏无羡丝毫没觉得自己脸皮都有多厚，但蓝忘机很认真地接道：“大礼，比如倒着走可能会让人头晕。”魏无羡又吸了一口冰沙，很认真地晃了一下头：“比如替大的特产。”蓝忘机停下了脚步，认真地盯着他：“忘机学长，你不会不知道，你们学校的特产是无删减版的金瓶梅吧？”无聊。蓝忘机停住脚步，别过头。魏无羡已经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：“蓝湛，你真的不知道你们学校特产是这个吗？我可是听说很多人都是为了这个才考了替大呀。”手里的冰沙杯子已经只剩下透明的冰屑，魏无羡一扬手，这杯子准确无误落到了垃圾桶里，传来啪嚓一声。
所有的回忆到这里戛然而止了，如同一道分界线，一边是彩色，另一边是灰白。魏无羡没有拿到省状元，也没有去踢打。他在高考3个月之后，坐在霍比特人小屋旁，聂怀桑和江澄在草地上滚来滚去，手里的啤酒还散发着一股狂热的气息。曾经天天刷题考试的高中生活，就像一场梦，一切都记不清了。如果仔细回忆，他还能想起来高考最后一天没有下雨，天气很晴朗。为了照顾考生情绪，高考的每一晚都打了催雨弹，让白日的天毫无理由蓝得刺眼，连一丝云都没有。魏无羡答题从不跳跃，所以他写完英语作文，整张卷纸都结束了。